我是天生运体，相公却将我送给奸臣为玩物。前世我死活不同意，被他打死，曝尸荒野。这辈子我马上点头，欣然前往，因为我知道奸臣是寒凉体质，极难让女子怀孕。在缠着奸臣成好事后，我摸着肚子回到了家。2个月后，全家人都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被冷水泼醒，睁开眼睛看了下周围，这分明是婆家的堂屋，2个嬷嬷正压着我，而我的婆婆与相公冷着一张脸站在我的面前。婆婆看我醒来，伸手打了我一耳光，说什么京都第一美人，就是勾人的狐妹子。我儿当初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搅家精，现在好了，被那个大奸臣给瞧上了眼，可让你过去伺候你又不肯，你可知道这关系着我儿的前途。我相公也在旁边道，秀娘，若你不去，我也不可能留你在京都，否则早晚会害了我。我知道再下去就是他想办法把我弄死，然后扔去乱葬岗，最后还是那奸臣给我收了尸，又报的仇。想到这里，我马上说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只是相公，我若去了叶府，那回来之后岂不是要被人看出端倪？所以你们需要答应我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让我去家庙住几日，只说我是在为你与婆母祈福。好，相公大喜，马上让人将我收拾一番，送进了一顶红色小轿子。在上轿前，我问相公，你我自小定亲，成亲也有1年有余，你当真对我没有半分情意吗？相公挥了下手说，当然有了，只要你替为夫正下功名，以后这赵府的夫人之位只能是你的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嫌弃你的。我点头，看着极乖顺地上了轿子，可心里清楚得很，我要是没有给他换来想要的地位，只怕马上就会被处理掉，和上一世一样。相公是个极为自私的人，什么京都第一美人都不及他的权势。当初与我定亲，不过是瞧中我父亲的京官地位，乃至成亲后不过2月，父亲便受连累，下放回乡了。自此以后，赵家便不再将我这个外官女儿放在心上，任意欺凌。轿子晃晃悠悠被抬进了权臣府上，他可是当朝的异姓摄政王，当今天子只有9岁，朝中之事都由他来掌控。想进他府中的人也不容易，我听到外面的管事和府上的一个嬷嬷说，这位妈妈，里面的这位姑娘是王爷夸奖过漂亮的，我家参政赵大人想着王爷会喜欢，就让老奴送来了。这些年送到我们府上的姑娘多了去了，当然也不是哪个都熟。嬷嬷挥了挥手，要将管事的赶走，但他却将一幅画像交给了嬷嬷，还塞给了他100两的银子。那嬷嬷去后不多时，就有人过来让我进到一间屋子那里伺候。我默默地走进去，听一边关门的小厮小声说，姑娘，大人在沐浴，您且在此等等。等门一关，我便含笑将衣衫除去，一步一步妖娆地走进净房。里面的男人声音冷冽，姓赵的倒也舍得放你这等美人出来伺候别的男人，这有什么可舍不得的？男子当以大业为重，相公他不过也是凡人而已。我袅袅婷婷走进浴桶，看到权臣那宽阔的脊背，不由吞了下口水。他好白，而且十分魁梧，比那小鸡崽子似的相公强多了。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背，然后整个人突然被人抱起，再睁开眼人已经飘在了浴桶上面。一双修长但有些欲念的眼神正在瞧着我，他果然如传闻一样是个好色之徒，但眼光极高，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搭上这个男人的。我伸手挑开自己的小衣，眼见着那一张清冷俊美的脸有了一丝裂痕。接着他将我抱了起来，直接丢在他的大床之上。一夜翻云覆雨，被翻红浪，我甚至还是头一次感觉到了做女人的快乐。这个男人很强，强得可怕，甚至让我平白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。就那么喜欢本王，还是你的相公从来没有喂饱过你？他整日想着如何往上爬，王爷您可要心疼心疼奴家，最好给奴家一孩子，这样奴家自可能在赵家抬起头来。本王的孩子，你还想让他认贼作父？你要怀了，本王就将你抢过来。王爷要抢臣妻啊，那臣妻要不要喊人呢？我勾着他的脖颈，玩着角色扮演。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个呢？你真的是妖精变的。王爷自是没有放过我，
又是一番攻城略地，弄得我最后好似是晕过去的。第二日起来，刚穿好了衣服，一顶小轿子已经停在了门外。老嬷嬷亲自送我出府，然后掀开轿帘说：“夫人，您求的东西，大人很快便会奉上。还有，这是大人送您的，请收好。”我打开一瞧，原来是块价值连城的玉镯。这镯子卖了，连整个赵家都能买得起来。下面还有数千两银票，不得不说，这个王爷好大的手笔啊，我喜欢。重生后，什么贞洁烈女，我可不稀罕做呢。这活好又会给你钱财的王爷，谁不爱呢？我对着那嬷嬷悠悠叹了口气，伸手掩住眼角说：“请您告诉王爷，奴家回府便青灯古佛常伴，祈求他长命百岁。”说着将帘子一放，在里面低泣起来。那嬷嬷应声走了，自是会与她的主子提一提，而我则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只希望争气些，最好一次便怀上。婆家人都不知道，我娘便是大夫口中的天生孕体，为我爹生下5个儿女，而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早些年就被大夫说继承了他的体质。原本我也奇怪，为何与相公成亲1年多未怀上孩子，后来才知他那里实在太过短小，又从小体弱，只怕根本就无法让女子怀孕。昨夜更是证实了，我明明成亲1年，却还落了红。这也就是说明，我那相公当初新婚夜只是让我受了点轻伤而已，连那道女子的证明都没有完全戳破。可婆母他们却将不孕这事儿都怪罪在我一人身上，很快他们就要知道这顶绿帽子戴起来有多新鲜了。轿子直接将我送到家庙附近，我相公等在那处，都没有等我下轿子，就问事情办得如何。我也懒得下去面对他那张脸，直接歪在轿子上说：“相公自当会官场得意。”太好了，那位大人还说了什么？讲这话的时候，我分明听到了他语气中的冷意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若是我讲出那位大人对我毫不关心，或者是我自己要青灯古佛了此残生，那很可能今晚便要死在这处。所以我声音中透着紧张。他说会送些补品过来，到时便留给婆母用吧。相公，我想去休息了。去吧，应该的。相公的声音又恢复了温度，可看到我离开时，我听到他嘴里骂了一句：“荡妇。”真的是怪了，不是他让我去取悦别的男子吗？怎么又来骂我是荡妇？想到此，我也直接在轿子里回了一句：“贱男人。”相公大声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没有什么，相公还是家去吧，莫要让婆母等久了。等他一走，我便被扔进了家庙的后院中。这里都是罚一些后宅女子过来尽心认错的，生活十分清苦。那管事将我放下，便带着人走了，连个丫鬟也没有留。我不得不换下那些华贵衣衫，穿着粗衣麻布去收拾房间，打水洗衣洗脸，甚至还要去向前院的小师傅们讨些素斋饭。可是我没有一点怨言，毕竟我知道摄政王一定会知道这一切的。果然，在当晚，叶启回府时，便有下人向他报了此事儿。嬷嬷也与他说了我临走时说的话。没有想到，这小娘子还挺想念我的。到底是京都第一美人，那姓赵的也太不懂珍惜了。叶启先让人去赵府送了些补品，然后说去让人守着点，到底是本王的女人，不可被暗害了。是。暗卫离开后，叶启搓了搓自己的手指，那里冰凉一片。祖上传下来的寒凉毛病，也不知道哪代就断了血脉。原本他可以争一争那位子的，但想着自己争了之后连个继承之人都没有，那种感觉还真的不好。夜半，他又来到赵家的家庙，不过是2排土房而已，真的很难想象那么明媚的女子会居在此处。他推门而入，脖颈立刻就被一双玉臂缠住。王爷，别掐奴的腰，快断了。奴家还是头一次这么畅快，您可真猛。叶启将人拉下来，这才发现他竟是发烧梦魇了，什么掐他的腰，分明是被子裹在他的腰上。他无奈地将那被子拉开，没有想到竟连女子单薄衣物也扯了下来，当真是香艳异常。他也是个男人，先让人弄了些退烧药，接下来就是他自己动手物理降温，但也没太折腾他，免得这么脆弱的身板受不住。等他人一走，我睁开了双眼，眼中一片清明，伸手摸了下自己的肚子，这都2次了，应该能怀了吧。果然，
1个多月后，我闻到饭菜的味道就干呕起来。而我的相公也让嬷嬷找上门来，据说是公主设宴。坐在马车上，他淡然地看着我，说出了我觉得恶心的话：秀娘，你应该知道自己已不是清白之身，这种情况若是在别人家，只怕已经被送去陈塘了。他侃侃而谈，似乎在施舍我一般。我用手擦着并没有的眼泪，低头默不作声。如今你既已入了那位大人的眼，便去他身边做个暖床人也是好的。至于我，如果在这宴会中脱颖而出，那也自会成为你的后盾。原来相公打算做驸马啊！我差点冷笑出声，要在宴会上将我这个妻子卖给奸臣，然后在公主面前得到好感，这样他就可以成为公主的驸马，享尽荣华富贵了。只是我这个糟糠妻，他要如何处置呢？不用问，让我去给一个奸臣做妾，那还能是什么好安排呢？不外乎意外捉奸，我与奸臣勾勾搭搭，他心痛当场写下休书，然后我被送给了奸臣，卖了一份人情。又要表演一下如何深情，被妻子背叛的可怜男子，再有点才学，应当会吸引年轻又爱才的公主。真的是好算计，可惜他不知道我怀孕了，当一个本应该有能力得到天下的男人，一直因为自己无后不想折腾。可是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了他的孩子呢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怀疑、察觉。至于玩物、小妾，他是不是忘记了一句话是母凭子贵？奸臣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种人的肚子里呢？到了公主府，我随着相公一同入席。奸臣高高在上的坐在几位皇子上首，他似乎不认识我，根本没向我这边瞧一眼，而我也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后，不敢再抬头。可是等有人端上菜时，我就捂住了自己的胸口，用手帕捂着嘴，干呕了一声，然后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，慌张地捶打着胸口。似乎不管用，我就慌忙站起来，向旁边的园子走去，连丫鬟都没带。看到四下无人时，我蹲在树下呕了几声。其实我的孕反也没有那般严重，但只要我用袖子挡住脸，轻轻用小指划一下自己的嗓子，那效果就别提有多好了。吐完，我又生怕被别人看到似的，遮遮掩掩地向回走，乃知却碰上一位看起来眼神凌厉的丫鬟。我差点撞到她的身上，而她扶起来，一只手下意识地搭在我右手脉门之上。我连忙躲开，急急忙忙就要回去。夫人，你裙子脏了。哪里？我下意识看了下去，手却已经被那丫鬟扶住。在我整理衣摆时，她对着树后点了下头，神情有一些激动。而我也快速抽出了手，等再想走时，人已经被叶起给挡住。他掐住我的下巴，但马上又放开了，小声说：想带着本王的孩子，还要去那个渣男身边当贤妻？可是他已经想要将你送给本王了。看来他已经知道相公的计划了，如今便是我发挥演技的时候了。可能在梦中已经演练过无数遍，我竟表现得十分自然。先是震惊、流泪，最后瘫在草地上默默哭泣。一边的丫鬟道：王爷，孕妇不能情绪太过激动。他刚说完，我已经四下定决心一般冲向河里，脚甚至已经踏在水中。突然间颈上一痛，我感觉自己被人打晕了。想到这摄政王用无数的办法，但独独没有想到他如此暴力，竟将我直接打晕。接下来故事要如何发展，我便没有办法参与了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人已经在摄政王府，2个丫鬟在为我打着扇子，2个婆子正在一边候着。见我醒来，便有人出去通知别人，另外有人将吃食放在我的面前。我知道摄政王会重视这个孩子，但没有想到会用心至此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哪里？我刚躲开丫鬟喂饭的手，一道玄色人影便已经抬不进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本王的人了，快将饭食用下，好生养着本王的孩儿。是，他将臣女已经送给您了吗？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又要哭出声来。臣女虽已嫁为他父，但也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也是正头娘子，岂容他如此侮辱？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糊涂，你死了便什么都没有了，难道不想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吗？那奸臣的声音都带着蛊惑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泪水连连地说：我想看到他遭报应，那就好好活着，做我的王妃。这
怎么可以？我不配。不，你很配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这位是刘医师，他在江湖中有一针辨人容貌的法子，半年后便能恢复自己本来的模样，你可要试一试。我装作不知，但他却摸着我的脸说，只是微微变动而已，等半年之后，你便不需要再去隐藏身份了。你不必懂，只需要照做。我乖巧地点头，我当然懂他的意思。半年后，整个皇朝都将是他的天下，到那时，我便是这皇朝最尊贵的女子，又有谁敢妄议我的出身？听从他的吩咐，指一针，再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的脸稍大了一圈，骨相也微有改变，但是与过去的自己有7分像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相公的正妻突发恶疾去世，他悲伤的几乎昏厥过去。我带着纱丽，远远地看到送葬的情形，相公他扶棺在前，一边与来送行之人寒暄，一边扶棺而行。茶楼里背后有人议论，真的是天妒红颜啊，听闻不是病死，是在公主设宴的那晚不小心掉进湖中没的。好好的赵大人就这样没了那第一美人的妻子。听说公主十分内疚，已经进府多次安慰赵大人了。我倒是希望公主能与赵大人两情相悦，这世上就少了2个可怜人。哈，他们可怜？那前世的我又是什么？慢慢站了起来，是应该回去做一个坏女人了。等到奸臣回来，就看到自己即将大婚的妻子坐在房间里哭，不由问了一下情况，便说：你即将身子给了我，难道还对你的前夫念念不忘？不，就是觉得他那样忘恩负义的人，如何能有被公主瞧上这般好事？你以为被公主瞧上是好事儿？那就不让他顺心好了。那我自己报仇行吗？可以，只要你好生养胎，不再寻死觅活，想怎么样都可以。我微微一笑，终于对他有了一点好脸色。男人嘛，你要是总是顺着他，只会觉得腻味，但一松一紧，会让他欲罢不能。之后，他给了我10多名暗卫，还有2个能说会道的嬷嬷。我第2天送奸臣出门，然后就让人备车来到了赵府。听说赐婚的圣旨早上已经下来了，理由竟然是赵渣男乃国之栋梁，又重情重义，特意让公主下嫁，安慰心丧妻的他。没有想到这皇室的姐弟2个这么离谱，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，这里面只怕有那奸臣的手笔，不然凭赵渣男也能攀得上公主。至于公主为何下嫁，这不是我该关心的事儿。等到了赵府，发现他们家里门大开，不少人忙来忙去，摘下原来的白帆，已经换上了红绸。所有人都喜气洋洋，自认为娶了公主进门就是走了大运。但他们注定没那么开心了，因为我是懂得怎么恶心人的。于是先有嬷嬷去通传一声，接着我的马车直接从正门进了院子，大门瞬间紧闭，整个赵家的人都十分忐忑地看着我。而我就坐在马车里说：钱婆婆，钱相公好啊，你们是真的以为我死了是不是？竟然用我的嫁妆用来迎娶公主，真的是好大脸啊！今天我来也没有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拿回我的嫁妆。小莲，把我嫁妆单子拿来吧。小莲是我的陪嫁丫鬟，如今已经拿着一整条单子走过来，交给了我。我走下马车，坐在嬷嬷为我安排的椅子上，瞧了一眼说：没有错，就按照这些去装箱搬走，如果有什么找不到的东西，就让赵府照价赔偿。这时我的前相公竟然走了过来，对着我嬉皮笑脸地说：秀娘，做事别太绝啊，咱们毕竟是夫妻，你现在去了那位大人府上以示高攀，也全是我从中搭线的功劳。你在外人眼里已然死去，就不要贪图这点嫁妆了。我想也不想的抬手甩了他一耳光，然后冷笑出声：那点嫁妆，当初我父母可是备了33台嫁妆，便是县主只怕也没有我那排场，还有各位叔叔伯伯们的田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了？你们赵家真的是脸皮厚到扎几针，只怕都不会出血了吧？我前婆婆走上来就要打我，恶狠狠地说：你这小娼妇，以为睡了个奸臣就了不起了？告诉你，我家儿子马上就成为驸马了，到时候可是皇亲国戚，你一个玩物也敢跑到我家里来装腔作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身边的嬷嬷听了大奸臣的话，宠我宠得和眼珠子似的，哪容他的爪子捂到我的手上。带头的嬷嬷明显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，一个巴掌扇过去，立刻把我的前婆婆给打到直接在地上滚了几滚。
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动夫人？还想活着就给我老实一点，不然今天他要是伤了一根汗毛，整个赵府都得给他陪葬。他一挥手，那些暗卫都跳了出来，站在我的身后。赵家人终于怕了，他们颤抖着说：“叶氏夜莺。”我笑着说：“现在可以听我讲话了吧？”钱相公陪着笑说：“夫人，您看这都是误会。小莲，我的嫁妆清点完成，就都搬上马车吧，该照价赔偿的就让他们掏钱。”小莲是个算账小能手，转眼就将所有赵家欠我的东西全部都给清算好。细一看，好吗？他们竟然贪了我100多万两。原来父母送我的那些东西这般值钱，倒是我不识好歹了，竟为了这样一家吸血鬼而死，还替他们守什么节？还钱，否则这婚事你们就别办了。我把账本摔在了钱相公的脸上，看着他黑着脸死盯着我，最后还是换了一副嘴脸。秀娘，咱们毕竟是夫妻。来人，掌嘴！谁和你是夫妻？你看看我现在还是以前的秀娘吗？我指着自己的脸，冷笑着看着前夫。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，我现在连自己的脸都要遮遮掩掩。但不要紧，我要从他们全家身上讨回来。嬷嬷抡圆了胳膊就是一顿打，钱婆婆马上想过来阻止，被暗卫一把剑搭在脖子上，立刻尿湿了裙摆。我气定神闲，还钱，否则我把你们赵府砸了。还，别打了，我们还。钱相公开了口，我挥了下手，嬷嬷停了手。可是他仍然厚脸皮地说：“秀娘，你可否再宽恕几日？如今我们正筹备着迎公主进门，等她入了门，再用公主的嫁妆还我的吗？你以为我会信？”来人，砸了！我刚说完一句，院子里的用来装饰的红珊瑚就被暗卫一剑劈碎。有家丁阻止，被他给砍断了手，惨叫连连。钱相公见我面色不变，知道是来真的，不由感叹一句：“秀娘，你怎会变成这样？”我恶心的差点吐出来，冷笑着说：“这不就是你所期待的吗？”他没有办法，在1个时辰内凑够了钱，都给我送到面前。眼见着连铜板都被搬上来，就知道是真的搜刮干净了。现在都比脸还要干净的赵家，要怎么筹办婚礼？拿到了钱，我将银票交给了一边的嬷嬷，站了起来，然后笑着走向我的钱相公。他以为我对他旧情难忘，还舔着脸说：“秀娘，你放心，娶公主不过是我的权宜之计，等我功成名就，定就你出货。”他还没说完，我已经蓄完了力，一巴掌就扇在他的脸上，将他的脸打得立刻肿了起来。钱相公瞪大了眼睛，似乎完全不相信我会打他，可我却皱了下眉，无奈地说：“脸皮太厚了，手真疼。”一位嬷嬷立刻递过来一只鞋子说：“夫人，平时我们都是用这个教训不听话的奴才，您试试。”多谢嬷嬷，您姓什么？以后可会来我身边伺候？大家都叫我王妈妈。王妈妈，做得好。我拿起了鞋底子，刚要扇。你做什么？你这个贱女人，敢打自己的相公！她想反抗，还想抓我的手。来人，抓住她！我说完，暗卫过来钳住了钱相公的双手。现在看他还怎么挣脱。我拿着鞋底使劲地抽了上去，却发现钱相公的脸上竟然出现了好多红点，而且疼得不停地惨叫，脸上都扭曲起来。我诧异地拿起鞋底看了一下，才发现前面的地方竟然有许多牛毛细针。这样的针打在人的皮肤上很疼，疼得要死，可是很快就会痊愈，连个痕迹都找不出来。不愧是内宅的玩意儿，着实厉害。你是不是找死？就凭也配得上我吗？我现在的相公是叶大人，你算老几敢冒充我的相公？我一下一下，直到打得累了，才将沾了血的鞋点交给王妈妈，然后坐着马车回府了。刚出了赵家不远，就见一个人影窜了上来。我下意识的想打，却被人握住了手。没有想到还是只野猫。听出是奸臣的声音，我软了下来。今日心中有气，的确是仗了大人的事。无妨，出了气便好。若你还想出气，那便乖乖听话，我自会帮你如何？我点了头，突然间说：“我想比公主他们早日成亲。”他一怔，然后轻咳一声说：“好，只是没有想到你会这般急。”谁急了？我在心中翻了个白眼，摸着自己的小腹说：“再不成亲，
怕肚子等不及，到时候被人嘲笑的可是你的儿女，又不是我。他的面色立刻温柔起来，竟看着我的肚子喃喃说：是啊，该急的。于是在公主下嫁之前，我便以某将军遗孤身份嫁于奸臣叶启。他的地位自是不必多说，有许多人都来参礼，连小皇上都送来了相当多的贺礼。只是让他新婚跪拜接旨收礼，这真的是当众打了叶启的脸。哪知道他脸色不变的跪了，还将皇上送他的礼物转手都赠予我。真的是收礼收到手软，我吩咐小莲找黑市的人将皇上送的礼全部都倒卖出去了。叶启竟没有阻止，还摸着我的头说：卖得好。我有些疑惑，按理说他的性子不应该对我如此迁就。前世的记忆有些模糊，只记得他替我收尸又替我报仇，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，也没来得及细问。难道夫人该歇息了？我点头，本以为这晚他会因为小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而克制，毕竟人家堂堂摄政王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。可是他却乖乖地与我行了周公之礼，还一遍遍的夫人叫我夫人。虽然我是所谓的第一美人，但也不至于让一位奸臣为我痴迷于此啊。可我问他一些皇室秘密之时，他又欣然告知：你问公主为何会看中那个渣男，还想下嫁吗？这里面倒有些缘由，只是我若对你说了，可否再许为夫一次？不得不说，此奸臣生的一副好相貌，勾得我吞了下口水，下意识地点了头。公主身边有许多面首，行为太过孟浪，珠胎暗结，总要一个老实听话好摆弄的男子。刚好那个渣男就是能乖乖戴上这顶帽子之人。等成了亲，这事儿也必是瞒不过的啊。若是传出去，公主还要不要名声了？要是公主设计，让那傻子以为这孩子是他的呢？奸臣看我面露迷茫之后，已自顾自做他的事儿了。可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茅塞顿开，一个报复我前夫的念头再次升起。怎么说呢？这辈子看他过得不好，我就非常的开心。于是我又想到了怎么去折腾那个前相公，一直忍到了成婚3日后，奸臣上宫，我才又带了那些之前跟着我去打劫赵府的一群人，浩浩荡荡的又到了赵家。却不知道，等我走后，旁边有2个人影站在那里。黑衣人抱拳行礼：王爷，王妃此去的安全已经安排好，只是为何让她去见那种恶心的小人？别看这丫头柔弱，但其实小心眼得很，就让她出出气吧，不然没办法安心过日子。至于那个小皇帝在大婚时让我出丑，也该让他的母后犯点错了。收拾掉后宫的那个女人，他们也只是2个光会折腾的小丑。以后有了敌国皇子的孩子，就能拉到联盟，却不知道一个肚子里的小东西对付起来最容易。叶启说完，转身就走向黑暗。我带着人到了赵家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在何处借来的钱，倒是已经将门面打理得稍稍能看得过去。知道我来了，立刻就有人送出信去，没一会儿前相公就黑着脸出来。他现在的脸还有点红肿，但明天成亲时应该好的差不多了。夫人，请问您所来何事儿？知道了我现在已经成为叶夫人，这态度老实多了，眼中还有一些不甘心，大概是以为我本应该是做人玩物的无脑美人，竟会一步登天。进去说吧。我高傲地向里面走，一直到了内宅正屋，一撩裙子坐在了主位。前公公婆婆与前相公都站在我的面前，我的前婆婆还有些傲气，说：夫人，你可来早了，再晚来1天你就得向我们行礼了。我笑了，那也就是说，现在你们应该给我行跪拜大礼了。我的前相公无语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，然后对我一笑说：夫人，闭嘴，面对王妃竟然不行跪礼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王妈妈一句话，让我前相公立刻跪下，匍匐在地。我前公公与前婆婆都不服，结果我轻笑一声：你以为公主明天下嫁，你们便可高高在上吗？信不信，只要我今晚与王爷说一声，明天驸马便能换人。吹了一下自己的指甲，将祸国殃民的美人形象演个10成10。他们终于还是怕了，纷纷跪地。我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心中着实痛快无比。原来前世高高在上的一群人，这辈子在我面前也可以这般乖顺。挥了下手，让我前公公与前婆婆离去，你们出去，我与赵大人有些小事商议。他们对望一眼，
还是在暗卫的威胁下转身离开。等他们一走，我就站起来走到我前相公身边，小声地对他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优秀，可以凭什么爱妻人摄取到公主？没有，是下臣幸运。”他的眼神告诉我，他心中是骄傲的。而我笑得更大声了，一点也没有顾忌地说：“你也不瞧瞧自己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，与我成亲1年，连行房事时都只不到1盏茶时间。这样的你，只以为与公主睡了1晚，便可以让她受孕而下嫁吗？别想多了，你不如去叫外面的大夫进来，好生为你看看，是否可以让女子受孕。你便是做了王妃，也不可以诋毁我。诋毁？我与王爷一夜，便已怀上了腹中骨肉，这便是证明。”我拎起他的领子，将人拉近，小声说：“蠢货，你是替别人做了便宜老子啊？只是不知道，有了那个孩子公主，是否对你真的用心？不过就是个玩意儿，别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”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我就按了一下发酸的腰，转身带人回到了王府。接下来便是公主下嫁了。我并没有去，但让人关注那边的动静。据说公主下嫁当日也不知吃了什么，竟流产了。事情闹得相当大，赵家疯了似的想找出凶手，最后处罚了好几位家奴。本来大家以为这事儿便这样结束了，哪知道第2天公主就把赵家闹得鸡飞狗跳回宫了。不到半月，在我的肚子已经显怀了，摸着很舒服。当然，说这话的是那个摄政王，这是最近他回家必做之事儿。我曾问他，若孩子是女孩如何？毕竟他的身体只怕也不一定能有第2个孩子了。哪知道他竟与别的男子不同，脸上竟有一丝喜。若是女孩也好，我们叶家几代下来还没有过女孩降生。我没往下再说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的温柔。明明这个人行事阴狠，不是好人，为何却对我如此好？想不明白便不想了。最近比较懒，只有报仇能让我产生兴趣，所以暗卫对我讲，皇上下令，赵家欺辱公主，伤害她的身体，已经被萧官罢职，赶出京城了。而我的前相公更是被下令一辈子不得入京，不得为官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前程毁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更高兴的是，他求到了我的面前，如今匍匐在我的裙边，磕头求着我：“王妃，求您与王爷求求请，让他大发慈悲，将我留在京中，留在公主身边。”好啊，我可以帮你求请，但是我要你们赵家所有财产。其实这家人也没有什么钱了，这么说不过就是想让他死。这时奸臣回来了，他大步走到我的身边坐下，我便将前相公的事说了。他点头说：“王妃既有心，那便留下吧。公主想要和离，我下午便以有损皇族体面之说法，让她不要任性。”多谢王爷。王妃不必与本王客气，能娶到你是本王的福气，王妃乃有福之人。他说这话时，我怔了一下，这个男人在帮我找回自己的面子吗？果然，看到前相公的脸色有些不好，还有眷恋的目光看向我，大概想到自从和离便一直倒霉吧，将这个晦气的人带出去，免得让王妃不舒服。有人将前相公拉了出去，他确实留在了京城，没有与公主和离。但据说公主被迫与他在一起，心生不满，日日想着办法虐待他。几个月后，等我生下女儿去庙里祈福时，又一次见到了他。此时他已经瘸了腿，毁了容，连手指都变了形。看到我之后，他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，口中呜呜却说不出一句话。我嗤笑一声，伸手捏住他的下巴说：“想当小白脸吃软饭，结果现在连去要饭，大家都会嫌弃你丑吧？”直接将人甩在地上，我没有再理会他。每日照顾孩子，我感觉时间过得极快，也感觉到了幸福。不过半年，孩子刚可以由奶娘照顾，我又怀上了。这好运体质还真没有白说。这孩子也是幸运的，刚怀上不久，奸臣终于以叛国罪名将小皇帝与公主抓了起来。小皇帝被关在了皇陵，终身不得出来。至于和敌国皇子来往密切的公主，则被诛杀，并牵连赵家9族。毕竟她嫁到了赵家，是赵家的人。他们被推往刑场时，我去送了行，站在高高在上的茶楼上，远远地看向那一个个前世害我惨死之人被送到刑场。前相公看到了我，他哭着跑向我，不停地对我呜呜地叫着。
甚至可以看清他那光秃秃的口腔，舌头已经被他心爱的公主剪去了。而我的前婆婆也终于知道错了，大声说：佳媳，是我们错了，求求你救下我们一家吧，只要你救我们，我们一家以后都听你的。我轻笑出声，拿出一边的鸡蛋，直接砸在了他的头上。啪！蛋浆在他头上炸开，真的是脏得很。我又抓起一个，将赵家人都打了个遍，等到手酸时，已经被人抓住。叶启拉住我的手说：囡囡哭了，回去吧。我点了下头，打累了，是应该回去做皇后了。那一日，赵家蟹染满了菜市场。第二日，我便入宫成了皇后。我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容貌，暗自接回自己的父母，再次入朝为官。直到听到父亲分析，我才知道，所谓的奸臣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，而身为皇室的那群人，却总是拿着自家百姓的供奉去讨好敌国之人，只为了能夺下这江山实权。却不知，老皇帝之所以安排了摄政王，就是知道他们是扶不起的阿斗。更加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我父亲竟然是摄政王的人。怪不得前世他为我收尸，为我报仇，原来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啊。番外，叶启。叶启很孤独，都说他们家的男子有祖上遗传下来的寒毒，总会在成年之后遇到命定之人，为之延续香火。可他的命定之人会是谁呢？以前的叶家男子，包括他的父亲，都是家中有许多妾室，外面红粉无数，有一种乱撒网的感觉。但后来母亲出现了，母亲生了他，后来又被那些女人害死。母亲死后，父亲疯了，他不想如此，身边一直清清静静，直到他的出现，看到他绝美容貌的那一刻，他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。本来他想离开京城的，这个国家真的是烂透了，他想弃之而去，但他又不能走，身边还有那么多以他为主心骨的国之栋梁。现在又有了他，他有些怀疑自己的命定之人会是那位千娇百媚的赵夫人。想她小时候还是十分可爱的，打着油纸伞在他面前叫着哥哥，美得像个年画娃娃。只是没有想到酒楼一遇，他只是觉得面善夸奖了她容貌一句，竟被那姓赵的送来了。他知道若是让他回去，这姑娘必死，所以他决定要了她。好吧，其实她就是好她的颜色。这京都又有哪家女娘能美得过她？便是走，带着她走就好了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竟怀孕了。她突然间觉得这人生又有了意义。她若带家人走，以后恐怕会被人追杀，会逃跑一辈子。那不如弄死他们，自己坐上那个位置，以后的孩子们也就安全了。为了这个，她也不能再厌世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